大家上午好，今天是6月20号。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聊的这个票是来自于港股的中国生物制药啊，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那么通过我之前的复盘，我觉得这支票它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啊都非常的比较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期啊，从这个相对低位，它也是展开了一次向上的反弹。那么这次反弹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压力附近啊。那后期存在两种预期。那首先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从它整体的一个结构，我们逐一去分析。上市的时间应该是在2003年，截止到现在的话也是22年的一个时间。在这22年的时间里面，它整体是先走出了一波超级牛市啊，上涨5浪，1、2、3、4、5，这是月线级别的大5浪上涨。那在当中这个3浪我们可以看到，分别也是由5个子浪，3浪1、3浪2、3浪3、3浪4以及3浪5啊构成的。包括最后这个5浪，它整体走势也是比较有特征的。我们可以看到，只走出了5浪1、5浪2、5浪3，就草草结束了。这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如果按照波浪理论的原教材的说法的话，第5浪当中它也是5个子浪。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复盘，我们发现所谓照本宣科的5波结构也会在最后的第5浪和第1浪里面发生一种变化，就是说只走3波就结束了。那么这次上涨结束之后啊，它是最高走到了这个 11.24 港币 11.24。那从这个 11.24 展开了中期的调整，最低点是见到了 2.29。那下来我们是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调整它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是在黄金分割的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2.71 附近啊，可以说是中期见底了。那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一次从 2.29 向上的这次反弹啊，还或者是反转，它的一个性质，我们先要做一个认定。这里我们先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可以看到，从 11.24 到 2.29 这一轮的下跌调整啊，它的内部是走出了一个5波形态。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一次下跌的调整，它仅仅是完成了一个 A 浪。这里是 A 浪1、A 浪2、A 浪3、A 浪4、A 浪5啊，在 2.29 全部结束。A 浪的走出5波，意味着后期这个 A、B、C 的调整，它大概率也是延续这个535的锯齿形，535锯齿形。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此次从相对低位 2.29 向上的话，这个 B 浪它应该是一个3波形态啊，3波形态。那同样，我们再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 B 浪反弹的一个预期。当前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出现一定的分歧，因为按照这个 B 浪整体反弹的目标来说的话，当前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236 的位置，也就是 5.70， 但是并没有满足这个3波 ABC 整体走势全部反弹完成之后，它所应达成的这样一个反弹目标啊，50%，也就是在 6.76 左右。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反弹还没有完成啊，还没有完成。那当前整体的向上的走势，它就会出现一些变化。首先我们观察一下从 2.29 向上反弹到 4.25 啊这一波的整体的一个结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级别走势它出现了一个3波形态啊，3波形态，然后从 4.25 又展开了一次2次的探底走势。当前是处在第2波啊向上反弹的这个预期。那么这里我先给 4.25 这一波我先定义为它是 A， 探底的走势可以定义成 B， 这个 AB 区别于月线级别的 AB。只能说，或者说这里是 B 浪 A、BA， 接下来这一次探底，这是 B 浪 B。那目前其实我们就处于这个 B 浪 C 当中。那刚才所说了 ，B 浪 A 内部它是一个3波形态啊，然后经过 B 浪 B 的一个深幅探底，那当前处于 B 浪 C 当中。那这个 B 浪 C 的整体走势，它大概率是会按照 B 浪 A 的一个内部形态去运行。那也就是说，这一次向上的反弹，在当前的高位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周线出现了回撤的一个走势。等这个回撤走势结束之后呀，这个 B 浪 C 还会再次向上延续一次上涨形态啊，反弹形态，来对应这个 B 浪 A 内部的一个3波。
那整体如果按照这样的预期去运行的话，那这个 B 浪内部的三波形态，它其实就要归结为双重三浪结构。所以当前的第一种预期，我们就是考虑这个双重三浪。那这里我们同样是要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最近的一个支撑位置。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最近的支撑位是在 4.60， 也是 0.382 的位置，这就是它的支撑位。如果按照双重三浪的预期的话，那回到 4.60 附近，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那就是一个短线继续进场做多的位置。那么向上的目标位，首先还是看到这次反弹的高点 5.76， 如果 5.76 也被突破了，那再次向上的目标，我们可能会先看到之前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底部位置，大概是在 6.30 6.30， 也就是这一线的位置。只有这一线的位置突破之后，我们才会看到最终的目标位黄金分割 50% 的位置，也就是 6.76。 好，当前我们说的是第一种预期，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当前这种走势从 2.29 向上的反弹 B 浪 A， 它是更大规模的一个三波形态，它其实是已经在 5.70 附近结束了。那么意味着这个 B 浪 A 结束之后，它会存在一个更深层次回撤的一个反向 B 浪 B， 而且这个 B 浪 B 大概率它是会走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 B 浪 B 的第一波第二波以及第三波，整体回撤也会比较深比较深。那可以看到向下的这个支撑区域大致是位于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 3.62 3.60。 只有在这里结束了调整，那么后期才会重新启动 B 浪 C 的向上走势，届时可能会它整体的反弹目标位可能会更高一些，会看到前期下跌这个黄金分割 0.618 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 7.8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结构的划分，当前是存在两种预期的第一种预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是 4.60 就是支撑位，向上还要再出现一个高点，可能会直接去到 0.5 的位置就结束。另外一种预期呢，此处展开调整，深幅回撤回撤到前期的相对底部到这一线才有可能再次启动中线的一个波段上涨。好，这里关于它整体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大概说完了。那这里我们再说一次它的这里整体底部构筑的一个其他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形态，这个我们用紫色段来表示。可以看到当前整体的相对低位的走势它是存在一个头肩底的形态，下方的这根紫色线它是它的肩线，上方这个倾斜的直线它是它的颈线颈线位。那目前来看就存在这样一个预期，而且它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种预期，它整体走势结构是相对重叠的，意味着下跌左肩构筑头部然后向上推动完第一波以后回撤构筑右肩走势构筑完成，再向上突破颈线位形成新一轮的反弹走势。那通过刚才的梳理，我们就大概知道了我们后期所要面临的两个支撑带，两个支撑位，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以上从整体的结构形态来看的话，这支票我后期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当下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港股中国生物制药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